江苏连云港刚刚破获了一起惊天稀土大案，连云港海关和缉私警察在城郊一个极其隐秘的破旧仓库里查获了足足220吨的走私货。这帮人给这批货贴的标签是报废铁合金。当警察把这些所谓的废铁包装撕开好家伙，这哪是什么破铜烂铁啊，这全都是纯度高达 99.9% 的军工级重稀土啊。那里面呢，全都是氧化锑、氧化锑这些宝贝疙瘩啊。这批货警方估算了一下，总价值超过了46亿人民币。但是这呢，还不是最让人后背发凉的，最让人细思极恐的是这批稀土的最终流向。美国军工单位就是要去给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造那什么 F-35隐身战斗机造先进导弹用的呀。那今天咱们就好好把这起案件掰开揉碎了扒一扒，看看这帮内鬼他到底是怎么吃里扒外的。那这次查获的重头戏氧化锑，堪称美军装备的命门啊。这玩意儿有多牛？它是制造军工高性能永磁体的核心原料，没它不行吗？还真不行没这等战略稀土那美国神乎其神的 F-35战机，他们的先进导弹，他们的核潜艇静音电机都得趴窝。正因如此我国呢早就把这类军工级重稀土列入了严格的出口管制，死死掐住了美国军工的喉咙。可是现在呢，竟然有人在自己家的地盘上倒卖底盘，去喂饱美国的战争机器，这能叫普通走私吗？这叫给人递刀子呀！回头呢，让人拿着枪指咱们的脑袋。这一次连云港大案有几个特别扎眼的地方，让办案的警察都直呼亘古未有。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吨位太吓人了。那以前咱们国家没严管的时候，也有这个稀土走私，但是那都是小打小闹抓几个嫌疑犯，搜出来个3吨5吨的，撑死了10几吨。可是这一次呢，直接干到了220吨220吨是个啥概念？那按照美国自己公布的消耗数据来算这220吨高纯度的氧化锑足够美国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口气造出来90架 F-35战斗机所需要的全部永磁体和电子部件，90架呀，这都能武装好几个飞行中队了呀。美国为了拿到这批货那简直是下了血本了，铤而走险了。这第二个让人气得牙痒痒的是这批货的纯度。大家都知道这个稀土矿它刚出来的时候，那就是一堆破石头，这里面杂七杂八的啥都有。但是这一次警察在连云港仓库里查获的这些化合物纯度居然达到了 99.9%， 只有 0.1% 的杂质。这意味着什么呀？这意味着这批货只要一运出海关，一落地美国，这美国人的军工企业连包装都不用换，直接就能当原材料倒进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生产线里去造武器了，连提纯精加工的钱都替美国人省了。这帮内鬼的服务那简直比现在的外卖小哥还要贴心这是滑天这大吉。那这220吨的大家伙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攒出来的？那随着警方的收网一整条黑压压的让人触目惊心的卖国产业链浮出水面。这一次是一共抓了39个人，从矿山老板、冶炼厂高管到物流倒爷，再到海关里内鬼，一根藤上拴了39只大蚂蚱，全给连锅端了。咱们来看看这帮人是怎么作案的。第一步，盗采。这些稀土矿是从哪儿来的？警方一查，好家伙，根本不是正规矿场出来的。这帮亡命徒跑到了江西和内蒙古就是那些偏远的山沟里搞非法的地下盗采点。他们就像水蛭一样偷偷趴在咱们国家的大动脉上吸血把老祖宗留给咱们的战略资源一车一车的往外运。还有这第二步，提纯。那原矿挖出来之后运到了广东某个隐蔽的地下工厂，在这个没有营业执照没有任何环保措施的黑作坊里，这帮人竟然搞出了一套极其专业的精加工流水线，硬生生把这堆原石提炼成了 99% 纯度的军用氧化物。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这帮人里绝对有懂行的专家在指导。高知分子干起坏事来，
杀伤力那都是成倍往上翻呀。还是第3步买通海关，货备齐了怎么运出去？连云港那可是咱们国家吞吐量极大的国际枢纽大港。这帮走私犯在连云港呢做了个隐蔽的仓库，24小时派专人像看守亲爹一样守着。那为了过海关他们居然硬生生买通了海关内部的核查人员。这些海关里的败类内鬼还拿着国家发的工资，穿着那身代表国家尊严的制服，背地里却给走私犯通风报信儿什么时候抽检，风控规则漏洞在哪儿，怎么填报关单能躲避机器扫描，他们把这些机密信息全给卖了。只要不遇到极小概率的突击检查，这220吨伪装成废铁的无价之宝那就能堂而皇之的盖上放行章，装上远洋货轮。我想问，海关的大数据风控系统那是吃素的吗？一个注册资金才区500万的空壳公司，突然跑过来要出口220吨的报废铁合金到海外，这不就是兔子头上的狮子？明摆着有鬼吗？幸亏这次是有警觉的基层警察盯上这反常的数据，顺藤摸瓜，才在最后关头把这批货死死按在连云港。这要是真让他们运出去了，那咱们国家的损失可就大了去了呀。那有人可能会问这批货难道直接发到美国纽约港吗？那这个目标它也太大了呀。这就不得不提到这帮走私犯最爱玩的一招原产地洗澡。那这批货从连云港出港后，他们原定的路线是先运到越南或者是泰国，到了那边的港口之后把外面呢印有汉字的包装箱一拆，再贴上东南亚的标签，伪造一份当地的生产证明。这就好比给这批货办了个假护照，洗了个澡，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合法的泰国产品、越南产品，最后呢再光明正大的转运到美国的公司手里。这种把戏近些年来在稀土走私案里那简直都泛滥成灾了。泰国、越南、墨西哥、马来西亚全都是他们的中转站。而且这里面呢还有个极其好笑又极其气人的案例。之前印度也跑来趟这趟浑水。印度的那个什么韦丹塔公司搞得跟真事儿一样跑来咱们中国来，拿着一摞厚厚的文件，拍着胸脯保证说我们在印度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我们要建一个超大型的电动车工厂，急需一批稀土化合物当原料，求求中国兄弟卖给我们吧。他们连这个产能规划、环境评估证书都搞是一应俱全。最后呢合情合理合法的从咱们手里买走了大约120吨的稀土。结果呢这批货刚离开中国领海，3个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他们压根就没有把这批稀土拉回印度去造什么破电动车。这艘船直接拐了个弯开到了泰国，在泰国码头把这个产地标签一换，反手就加价卖给了美国的军火巨头雷神公司。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真是气笑了呀。这帮阿三正经的制造业搞是一塌糊涂，造个航母呢能在水里面泡10几年，造个战斗机呢能把自己摔破产。但是要论起这倒买倒卖2道贩子的手艺，那全世界还真没人能比得过他们。各位，咱们聊到这儿其实背后的逻辑已经非常清晰了。为什么这2年这种丧心病狂、规模惊人的稀土走私案层出不穷原因只有一个，就是随着咱们国家在稀土领域的管控越来越严格，美国的军工产业链现在是彻底断粮了，他们是饿得嗷嗷直叫了。大国博弈现在拼的就是谁手里的牌硬。美国天天在科技上卡咱们脖子不让咱们买这个高端芯片，不让咱们用光刻机，那咱们能坐以待毙吗？咱们的反日武器是稀土，这就叫来而不往非礼也。那正因为正规渠道买不到或者说买到的成本高到了天上，美国那些间谍机构和军工买办们才急眼了，他们才会砸下重金收买咱们国内这些软骨头，这些唯利是图的奸商和内鬼，逼着他们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搞这种几百吨级别的惊天走私呀。这就说明咱们的制裁打中他们的七寸了，说明他们现在是真的急了。但是正因为这样，咱们内部的管理和惩罚力度就更得跟上。那对于这次在连云港落网的这39个败类我强烈呼吁
绝对不能仅仅以普通的走私罪来判他们。普通的走私啊，那是为了掏几块钱的关税，买几台水货手机，几箱洋酒。可是这帮人走私是什么呢？那可是国家的核心战略资源啊，是用来造武器、造导弹，用来威胁咱们国家安全的军工原料啊，这能叫走私吗？这叫卖国，这叫赤裸裸的间谍行为，这叫资敌。如果不施以雷霆手段，如果不把这帮人的黑心钱全部罚没，如果不把几个带头的重判重罚，甚至让他们把牢底坐穿，那以后这种为了几两碎银子就出卖国家利益的渣子只会越来越多。这种事情一旦泛滥成灾，那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积累的战略优势就会被这帮蛀虫啃得一干二净啊！老祖宗早就说过，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对待敌人咱们有解放军的航母和东风快递，但是对待自己家里这些内鬼咱就必须用最严厉的法律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对这帮人该怎么严惩才能以儆效尤？评论区聊聊。我是小兰，咱们下期再见。